我这个在农村搞计划生育，那你知道那个农村干部那个野蛮啊，那就是明明拿着枪，对，到家里去，拿了个枪托子就捅你。大队民兵连长，我们那个村大嘛，所以他是民兵营长，那个老头对，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棉袄都裹不过来，坐那儿晒太阳，对，蹲在那墙根晒太阳。那连长民兵营长走那儿就是说，嘣就踢人家一脚，踢一脚呢，老头就换地儿，然后就跑到就挪一挪，也不吭气儿。我心想，这和那个电影里演的这什么国民党反动派什么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是吧？放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体制当中，既不透明，这个也没有制衡，再加上中国传统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就像毛泽东从这个一天到晚读历史书学到的那些叫做厚黑，是吧？厚黑，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肮脏手段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当我一接近它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东西了，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受不了，这个东西我受不了。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出大粪的工人，对，并不是说这个，我觉得说我应该去把这个大粪去给它清理一下，对，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哎呦，在里边干一会儿就觉得不行，受不了，捏着鼻子跑掉了。对。接下来往下聊，因为昨天其实讲到了你到人民日报这个过程，但是其实之前还有一段经历是你在社会科学院做院长秘书。我好奇的是，就是因为您在北大读完，您一直不太以为然，当做新闻这个专业哈，这个歪打误撞，一个山东文科状元就被北大掐尖儿挑最好的人才进去了。所以当时您想象的就是你毕业以后，作为一个读书人吧，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在社会上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有或者你对你自己前面的这个仕途也好，或者人生工作的选择也好，你当时是怎么设计的？你当时怎么想的？因为我可能会讲的长一点啊。太好了，讲吧。因为我想把它捋一下，稍微。好。我觉得我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哈。我觉得有2段经历是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下乡，对，虽然短短的2年，而且是离家只有10来华里那么一个距离，但是呢，真正去村子里做一个农民，和你这个像我们以前生活在这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样一种物理上实际上都在一起，但是社会互动很少，那还是非常不一样。那身份改变了，生活的环境改变了，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看到了村子里这个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人际关系。这个文革高潮的时候，我也跟着我的母亲住到我老家那个村子，我爷爷那个村子去。那时候我才是个10岁左右的一个小孩儿，那我也参与了一些生产队的事情。但是基本上这只是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认识。这人际关系啊，喜丧往来啊，这些事情啊。那么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来到村子里，那么那个时候呢，又受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正统的教育，那自己呢也开始有一点思考力，就会发现呢，第一就是你在书本上所接受这个东西和在村子里看到的这个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那么对我来讲，村子的贫穷没有多大的冲击力，我一直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也没觉得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富裕的地方什么样子，我也没去过城市，我在上大学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对，以至于我上大学，对，那个时候我要半路跑到扬州去坐一个火车嘛，在扬州坐了火车到了北京，那时候火车上没有位子啊，就站着，对，一路站着，可能到了天津才有一个位子，坐下以后。一直到了北大以后，这好几天，这个所有的楼都在晃。我当时心想，这玩意儿麻烦了，对，这我怎么读书啊？将来这楼都这么晃，这学怎么上啊？就是完全这么一个，那就是土的，太土了吧，哈，土的没办法说了。
但所以我对这个村子里贫穷并没有太深的感触，也没有太强烈的感受。但是对村子里这个干部对待农民的那个态度，那过去我实际上不知道。过去你只知道就是说啊，村里老支书啊，这都是那个非常典型的好的共产党员啊，什么村里的老保管啊，这都是这个非常这个品质高贵的贫下中农。那我到了村子里去以后，你比如说第一给我刺激的就是我们那个大队书记是个挺好的人。对，我也讲他是一个，县里的一个县委委员嘛，那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们家，他不下地劳动，那他太太有好几个孩子，也不下地劳动，那他的孩子，他的女儿大了，去上卫校去了，那么他的儿子，那时候跟着我上初中1年级，然后下边还有几个小孩子，他们家一个重劳动力也没有。但他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这很明显，你要到的都是找的大队书记家，那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还有我们那个大队部旁边，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小院子是干什么的，后来时间一长，知道了，凡是上面来的人，乡里的干部，对，县里的干部来了以后就到那个小院子里去了，那里有个厨师，这个村里找一个会做饭的了。当然他也不会老在那里，来了干部就找他来到这儿来做饭，就在那吃饭喝酒，那个时候腐败的水准很低了，但是呢，你要和农民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水准相比的话，这里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种便宜那时候毛时代这个干部的腐败，其中一条就要多吃多占嘛，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还有村子里比如说卫生员啊什么这些人。还有我讲到我在村子里学校里，那我们学校里那些老师，对，那村子里其实也不止这么几个上过中学的人了，那有的老师水平非常非常差，而且非常的恨，那为什么呢？那这个时间一长知道了他是大队书记亲戚，是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对，那卫生员这都是好活嘛，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就和我从小在书本上所接受的，这样整个一个关于中国的这个社会关系、政治权利，社会理想的这个画面，那是非常的格格不入的这么一个东西了，那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就是什么看什么红岩啊，对，欧阳海之歌呀，什么雷锋啊这些东西，那以为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大公无私啊，那个即使自己开始对高中毕业以后开始对现实有质疑，那基本上也是说那可能是某一个干部做的不太好或者说这个如果是老一辈的人还会讲这都是国家有困难等等这么来给你圆。那你到村子里一看我老记得说那大队民兵连长，我们那个村大嘛，所以他是民兵营长民兵营长，对，民兵营长就是说。我就老印象最深刻，到冬天了，那个出来大队部前面是一条街，对，街旁边大队部的等于是前面的有小排屋挡着，那个地方正好就对着南边，就是北墙根，特别晒太阳的好地方。那个老头对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棉袄都裹不过来，坐那儿晒太阳，对，蹲在那墙根晒太阳。那连长民兵营长走那儿就是说。嘣就踢人家一脚，对，其实他没有任何，他也没有任何什么要发泄，那人也没得罪他，踢一脚那老头就换地儿，然后就跑到就挪一挪，也不吭气儿。那我心想，这和那个电影里演的这什么国民党反动派什么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是吧？我这个在农村搞计划生育，那你知道那个农村干部那个野蛮那就是明明拿着枪，对，到家里去，拿了个枪托的就捅你。您这段为什么特别重要？我刚一边听还在想，因为我以前的对您的认识就是高官，跟我也是高官，不是，就是接触的是高官，研究的是高层政治，然后研究的是理论，对。但是你对中国这个根儿上，老说工农无产阶级，这个工农无产阶级的根儿上，我对老百姓比较有感情，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特别扎实。是，
而且并不是你自己受了多少苦，对，不是我自己受苦，哎，其实你这人嘛，你看见别人受苦，啊，没有必要让他受这个苦，对，哎，而且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其实那个老头可能被明明让这样卷一脚，也不是很认真的踢他，就是侮辱性的那种，对，啊，他就是显示我是个人物是吧？啊，但是我就看着我就心里很别扭啊，那老头可能觉得都很正常啊，那我就对我冲击就非常大。这个实际上呢，这套东西，就开始让我对这个农村的这个政治现实呢开始有认识啊。那时候年轻人成长的一个关节点就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嘛，啊，那你下乡了，到18岁了啊，大家都要写申请书了。那为了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那我看到这样不好的现象，我就要给提出来。对，所以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我也加入不了共产党的时候，这个就是实际上这段的这个经历呢，就使得我对过去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是基本上都幻灭了，基本上幻灭了以后呢，然后毛死了以后就进了工厂。进了工厂1年，所以这工厂这1年呢，我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参与，自己埋头读书。那时候呢，书很少了，非常非常少。这个，但是我找了一些，比如说，毛在他的林彪出逃以后，毛向共产党的所有干部推荐马列6本书对，这个所以这个。干部包括我父亲，对，每人都发了一套马列6本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各大纲领批判等等这些东西那最后的一本就是反杜林论，其实所有的干部都看不懂。对，我觉得毛自己也看不懂，他只要推荐这6本书，显示说我有学问，我懂马克思主义。那我拿来以后呢，我也不能看懂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看的津津有味呢。第一个津津有味，那注释很有意思。注释里面有这个希腊罗马神话，对，有圣经因为马克思喜欢用这些东西这个然后读这个读不太懂但是得到了一些西方最简单的这个知识那以前在中国上哪就知道希腊罗马神话的东西我就想问您呢，就是您是从儿时到中学之前，就这段，就任何就是西方所谓我们现在回头看所谓人文主义的这些东西，就唤醒人的良知这种感受的这种接触有吗？没有，对，其实我想我在上大学以前，应该是没有读过任何西方文学的作品，那苏联文学都读得很少，因为文革期间呢，很多苏联的文学。作品也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了，那还剩了那么几本，可能还可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这个语文课本的中学语文课本可能还有选的一节还有什么青年禁卫军铁流这些东西，这个东西高尔基了，当然还有高尔基这个东西看过，印象不是很深刻。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记得我到了工厂以后。那些也有几个文学青年嘛，他们那时候正在谈恋爱，对他们讨论这个东涅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我完全没印象。他们说你连钢铁是怎样炼成都没看过我说我看过呀，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好像没有对这个，我完全没有感觉，爱情情节就完全都完全没感觉，对，感受到的都是这个保尔在什么工地上劳动秋雨打着人们的脸，如何的凄惨我看到都是这个东西。但是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叫做苏修文学，实际上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解冻时期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那么在毛的这个后期，有翻译内部发行，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叫《多雪的冬天》。对这个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那个呢那时候在干部当中有扩散，这个我有看过一些。当我到了工厂以后，其实这个很好玩可能同事都觉得说这年轻人一天到晚在那抱着个书本干嘛呢？这个一个破工人挣这么点钱，对所以呢就有人主动的借书给我看。我正想问您，这书都从哪儿来？对
在乡下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收集到书，这个我们的中学破的连个围墙都没有啊，就在那个田野里盖了3排房子，这个房子刚盖成我就进去了，是高中1年级嘛。那个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那非常有趣，因为这个原来这块地是农民的耕地嘛，人家在这种粮食的。那现在盖了房子以后，那农民非常不高兴，那他们地少了嘛，这个那房子他不能怎么样你，但是操场呢，就是在这个学校的边缘上，所以这农民耕地的时候呢，犁地的时候啊，就把这操场这边上给你犁上4、5道，就给它犁到这个等于操场的1/3，又把它变成耕地了。那我们早晨起来跑步，体育教师把我们集合到一起，就到那个被耕过的地方去跑，对，1、2、3的这么跑，然后就又给踩的那结结实实的，这个就是，所以这么一个环境也没有图书室啊，也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有的话，他也没有，就是说文革以前存下来的书啊，也没有，我们家里有点书，文革期间都抄家都烧掉了，所以那个时候还好啦，就是好在哪里呢？就是你在你这个生活的小范围里，有几个人爱看书，大家都知道。因为没有几个看书的人嘛，所以互相就会传递，所以有的人有一本书，他就说，哎，我有个这书，你要不要看？那当然看，你比如说我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我上初中1年级的时候，那我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小伙子，个头矮矮的，很调皮的样子，他有一天这个非常神秘的跟我讲，他说我有一本书，你要不要看？我说你有什么书？你从来不看书的。他拿出来一看，哟，《红楼梦》。我说哟，你还有这书？那你看，就看了这个那个《红楼梦》是当年出的那个4册一套的那个我现在有这个是我下乡的时候买的，在那个我们那个供销社里，忽然发现有这么一套书，我忘了几块钱了，那几块钱的时候是大钱啊，对，掏出来买了下来。你喜欢《红楼梦》吗？那时候看了我完全不喜欢，对，这个初中1年级看了以后呢，我是从第2册开始看起。所以前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对，我记得上来第一回就是撕扇子做千金一笑。我特别喜欢《红楼梦》。这事情很好玩啊！我到上硕士时候，我写了几篇《红楼梦》研究的论文，也都刊登出来了。对，太好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办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对，红学，对，叫红学的。我毕业的时候，他们还特别想让我去。对。您还毕业差点要去做红学研究。这是那个编辑，他就很想让我去，因为我已经在他那里发了好几篇论文了。对，他那个《红楼梦》学刊创刊多少周年的时候啊，请了一大批名家啊，冯其庸啊、李希凡啊、刘梦溪啊，写纪念文章。对。最后一篇文章是我。我觉得是只有《红楼梦》是真的，它一个是文学性，一个是有人文主义的细腻的这种，尤其这个情感情商，就还原人的这个原动力的。那时候我作为一个这个人的情感非常不发达，对，人的情感非常不发达，对，完全就是一个农村的小动物的感觉。对，所以看《红楼梦》就等于就是你把一块cheese 给猪吃的这么一个感觉嘛，所以根本就看了一本它也没有了。对，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对，这个少男少女卿卿我我，对，也没看出个名堂来，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也是看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也根本就看不到东尼亚的故事。对，所以这个我在农村这样得到的这样一些幻灭和困惑吧。那么到了工厂去以后呢，就开始像埋头读书寻找答案，那么那时候只能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去寻找答案。刚才讲就是马列6本书看的似懂非懂列宁选集我进工厂，我的一个大朋友，对，就是刚才昨天讲到我在公社做那个报纸通讯员那个秘书，我帮他干活，他就把他那个机关发给他一套列宁选集就送给我了。送给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列宁不好看，列宁不好看，不好看，对。为什么？马克思至少文风很好，汪洋恣肆，也有这个思辨性。列宁没什么思辨性，
这个时候还看什么？那时候找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传看啊，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呢，实际上就是我就是要这个寻求对我在从农村到工厂那个所有的这些困惑的这么一个答案。那么工厂呢也有新的困惑，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讲，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那工人阶级就是最理想的一个阶级。如果说农民啊落后保守啊自私，有这么多，哪怕是共产党员、大队书记也这个样子，那工人阶级呢伟大的不得了啊！对，所以我一进工厂，我想，哟，这回成了工人阶级了，看看工人阶级如何。结果呢，我的观察是，工人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常识，对，而且中国的那些工人呢，实际上都是昨天还是农民呢，那今天变成工人。那农民的所有的那些自私和保守，他们都有。但是进了工厂以后呢，往往这样的人呢，他们怎么进工厂呢？要么是家里有点关系，要么当然就是我们这种本来就是吃城市户口的人。那么真正从农村作为农民进了工厂的人，一般要么就是家里有点关系，这个关系不需要很高了，你就和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有关系啊，上边那么派来一个招工指标你就去了嘛。要么就是特别会吹牛拍马，对，他这个会搞关系的这种人。所以工厂呢让我感觉到就是说，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点点怀疑，那时候但是不敢说啊，就是说不懂那马克思为什么把这个人类理想的这个希望放在工人阶级身上。对，这个工人阶级在我看来实在是不堪重任的，那这个困惑也非常大啊，而且机器生产的让我感觉到更加没有人性。那我是在纺织厂工作，对，我在纺织厂工作呢，我这个工种是非常这个低级的一个工种，这个机器人可能都不屑于干。那个我在织布车间，织布机上呢有一个地方是装纬线的，那个很大的径线的那个轴子是由这个就是有那个男工，就是一大捆这个径线织没了以后，那就会有那个男工呢去给它换上，但这个纬线呢都是在那个梭子上，一个梭子一个梭子这么这一筐一筐的。然后呢，给它放的这个由这个换位工也都是女孩，然后呢，在这个织布机之间的游走呢，把那个纬线的梭子一个一个的给它放到那个织布机的一个盒子里。那么这些人呢，把他这一小车的这个纬线这个换光了以后，他就要到一个地方去取这个纬线这个东西。那我就在那等着，我就在那个叫纬纱室，纬纱室里呢，因为这个女工呢没有力气。这个一个尾纱带子很大，像我这么高，对，又这么粗，那么要把这个尾纱呢给它倒到它那个筐子里去。那我就在那里呢，负责就是说我自己也拿不动，反正这个每一个尾纱工来了以后，那我和他两个人倒搭把手，搭一把手，所以我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对，我的工种我都忘掉了，对，这叫倒尾纱工助理。对，就是这个工作是机器人都不用设计的，太无聊的一个工作了。这个，但是好处呢，就是他这个不用动脑子，而且也不用老在那看着啊。其实呢，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出去了，那如果来了一个尾纱工，实际上呢。有时候你把那个大袋子倒剩了以后，还剩的小碗，你扔在那里，这样呢，来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的一个女的尾纱工，她自己记住了，有时候倒一点就先走了啊，过半天再来，你再把它倒就完了。因为我们是3班倒嘛，所以那2个班的2个尾纱工呢，这个经常就是倒着在上着班就不知道到哪玩去了啊，打牌去了，这个什么之类的。这个我当然就是说对我来讲那太好了，那我就可以看书啊，这个所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只要去找能找到书就可以。整个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机器生产对我做这工种也是，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刚才说我在农村像一个大动物一样，到这连个动物都不是，完全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工业生产对人类的这样一个智慧身体，对，完全都是一种侮辱的感觉啊。对，其实那些包括
那些就是说去有点经验的这些工人，有点技术的工人啊，什么机修工啊还有这个看车的，对，叫看车工，就是那些在纺织机之间巡逻的这个穿着白衣服，对，说起来好像很这个优雅的那些纺织女工们，其实他们都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对听力的损害很严重。对所以我现在耳朵聋的话，我就老说，我应该到毛那儿去找这个工伤补助啊，因为这是真的。其实我那个房间呢，还不是完全和机器在一起它就是在这个四周都是很大的放满了那个纺织机的这样一个车间，那么在中间呢经过通道到这么一个小房间里，我在这个围纱室里工作。但是你一天到晚就是出入这个车间当时我们呢有个老太太，她是我们那个整个车间里就是接线技术最好的。这个看车工，就这个纺织这个女工，她最好的技术就是这个经线她可能会断头所以呢就是说知道她就是说要崩就把它接上，那么就接得特别快，接得特别小疙瘩，这就是技术最好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技术最好的，所以是我们那个车间的技术大拿。她最奇怪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样讲话，你要大声给她喊，她能听得见。耳背。一进车间，你轻轻的说话，她都听得见。我们说还有这种听力我们进了车间，那个几百台织布机，那说的夸啦夸啦夸啦，我们都听不见东西，她什么都听得见。出来他就聋了，这个人都被损害的都畸形嘛那么这个到了大学，所以呢，如果说从农村开始的这个成长阶段，是现实刺激我这么一个阶段让我开始困惑，让我开始怀疑让我开始幻灭，让我开始不再相信原来的我所接受的那一套。那这种困惑就完全可以延续下去对，那进了大学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读那么多的书，自己去寻找答案。那我说有了这两个阶段，对我来讲，所以基本上来讲，我的以后的思考的这样一个轨迹，包括我人生的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在这两个阶段就确定下来了。您那个阶段有没有就是意识到这个是政治是制度，还是只是从理论上，就是马克思给你描述的那种所谓人类的美好愿景，或者说最基本的说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您的这个现实的认知和实际的这个冲突的节点在哪儿？对这个根源呢，我想我这些年在西方教书吧，经常会有洋人同事问我，他说现在来的很多中国学生，他们为什么那么就是好像接受中国当局的这样一个宣传他说你们那个年代，在毛的时候，你们对外面的事情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们接受的这个宣传，接受的这个洗脑，应该是比今天要更彻底、更全面你没有一丝这个缝隙。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好像基本上来讲，那后来当然89以后，有的人是屈从于现实，那基本上对现实为什么都有这种好像对毛的这个制度这个怀疑的能力？对呀我说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能看到现实我想一个人不需要读了书才有怀疑能力一个人看到现实和你妈妈告诉你的东西和你自己遇到的东西不一样，你就可以怀疑你妈妈教导的那这个是本能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哪些点上发现共产主义是有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大问题的，然后在什么时候立的这个志，就是可能在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发现最后你要研究的是政治而不是普通的文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读书这么好，普通的文人就是学而优则仕，这个仕就应该去当官。可是我们也聊过，你一次一次的无数次接近过权力核心，然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欲求，呲儿就退了。这个为什么？我先讲这个权力这个讲起我想我这个和这个政治权力之间就是不断的靠近又不断的远离，可能和这个权力本身的两重性有关系。那么权力的一重呢，就是说你没有权力，你做不成对大家
有益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个体，你要对很多人做好事，那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你给这个人做了，你不可能给那个人做就是说你不能提供公共财，就是刚才讲的，对，你只能在个体的范围内做好事。那你有了权利的话呢，你当然可以做，可以做对很多很多人有益的事情那个可以，你看到的这些你认识和你不认识的人，你不愿意看到他们所处的这种境地，你都可以用权利去帮助他们改善这种情况。这个是权利对我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呢，权利还有另外一面了那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了那权利就是首先就是公共权利本身，无论它的获取还是它的行使，其中都有很多这个阴谋诡计的东西都有很多就是说非道德因素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在任何一个政体下都是如此，哪怕你是通过竞选来获得公共权利，那这竞选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哪怕是不那么baby kissing， 对这个但是也是做戏是吧？也是做戏。那当然还有各种其他这个不光明正大的手段。那使用权利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体制当中既不透明这个也没有制衡再加上中国传统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就像毛泽东从这个一天到晚读历史书学到的那些对腹黑那些手段，对这个这个叫做厚黑是吧？厚黑，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肮脏手段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当我一接近它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东西了，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受不了，这个东西我受不了。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出大粪的工人，对，并不是说这个，我觉得说我应该去把这个大粪去给它清理一下，对。然后我就去了以后呢，哎呦，在里边干一会儿就觉得不行，受不了，捏着鼻子跑掉了。对，捏着鼻子跑掉了以后，对自己不满意，就是说我怎么这么脆弱呢？对，我难道就不能就是说忍一下就把它这个清干净吗？把它清干净吗？对，所以就是不断的这样出进进。实际上那个东西大部分对我没有吸引力，对，它本身对我没有那么大吸引力。对，我也不要去如果想寻求比如说这个物质的财富、物质的享受我觉得我的能力不需要去通过权力欺负别人才可以获得。对，我在一个哪怕是不那么正常的社会那我想我比周围的人这个也不会过得太差。对，而且我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不太喜欢和别人比。对，这特别棒的一个优点。那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这个不太喜欢和别人比呢，可能和我从小上学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可能从小学到高中吧，周围很少有人和我构成竞争关系，永远都是傲视群雄第一名。这个也和什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周围全都是贫苦的农民子弟，那么他们哪怕智力比我好或者和我一样，但是他没有像我一样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资源去发掘自己的这样一个智力。所以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对，我有几个老师，包括我的班主任老师王兆军，老说学户人家讲念书就是说你念书念得好不算什么，你们家本来都是教师人家嘛，那人家都是农民。对，这句话上一句就叫庄户人家讲喂猪，对，学户人家讲念书。对，所以他养猪养得好，那才是有本事。实际上呢，以现在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者的眼光来看，就是说他没有我这个资源。我下了学回到家里以后，那至少还有可能不好的书，不是很高级的书，但是至少还有书本可以看到。你还有条件那我也有闲暇时间，对，我也不用到说菜园里去帮忙，那么我也不用帮着看弟弟妹妹那我也不用帮着去喂猪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些我想我相信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里边，很多人这个可能智力和我差不多，就没有这个也有人可能智力比我好。但我有这个便利的条件。那再加上呢，我别的什么都不会，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什么都不会呢，你就一天到晚就除了书本不会别的。对，我也不会，连玩都不会。对，我小的时候
也不会爬树，也不会游泳。我是到了文革对我有好处，文革住到完全住到村子里去以后，对这个那就真的就那你没有书本了呀，对，一天到晚你不出去玩，村子小孩也来找你玩啊，那学会了很多就是爬树啊，对这个抓鸟啊，这个对。这个去偷豆子吃啊，对，学会了很多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从现实生活中得到这些刺激，然后引起这种怀疑，那是一种感觉上的，没有智力的支持，没有知识思考的支持，那是非常原始的一种思考，所以到了北大，对。北大这段，所以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就是，我自己是说，我在北大这几年叫做踏遍人类思想的群山，对，这个就是那个正好是那个年代，1970年代末，1980年代，那真是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都对，隔几个月就有一个新花样，对，你前几个月还在谈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然后再过2个月大家就开始谈老三论。然后老三论还没谈熟悉呢，又来了新三论啊！这个像今天很时髦的什么控制论、信息论，我在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做的一摞一摞的笔记了。对，这个所以这个是整个西方思潮啊，它在一个西方也可以讲2000年的这个思想史，对，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集中的这样涌入中国在这之前。当然已经引入希腊罗马的东西，当然这个18世纪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完全都不让看了，那毛时代，共产党1949年以后有很多东西都不让看了，那么到了毛死以后，大学又恢复这个高考招生，这些东西一下全都出来了，然后又不断新的引进，那我印象很深刻，我们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学嘛，对。那5·1那一天，对，大家就都跑到海淀去买书，买什么书呢？就是所有文革前出版的那些西方这个经典文学著作，全部按照老版重印。老版重印。你比如说我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周扬译的那种竖排的，繁体字的版，对。然后后来就有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我那时候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就说那个时候，北京的青年女工要出嫁要求嫁妆就是说你送我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我就说现在的大学生，你去看那个东西，如果不是你这行当，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啊。我也说，我也不一定全部都看得懂那有专业的嘛，那你去看那个。比如说很多这个数理哲学的东西，看不懂，能看不懂嘛，是吧？但我也都买上了，对，风雅就买上。那时候那个风气，你北京的青年女工都是这种风气，那大学生可想而知嘛。那这个我觉得对那一代人的思想这个形成是非常有这个作用的。